14旅集结，在美国大选之前，乌克兰还将发动新一轮攻势。德国制定更为详细的秘密作战计划，应对欧洲与俄潜在军事冲突。驻日美军基地将换装 F-35C 战机，接替目前装备的超级大黄蜂。罗斯福号航母正在前往红海，接替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作战。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在筹备新一轮反攻计划，计划在哈尔科夫展开反攻行动，来扭转战场上的局势。在本次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成员国重申了长期支援乌克兰的立场。有了盟友的保证与支持，乌克兰也开启了新一轮反攻的准备工作，时间定在美国大选之前，而地点就是哈尔科夫地区。显然，乌军希望通过此次行动，在哈尔科夫方向形成突破，打破俄军的防御体系，然后为后续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为了这项行动，乌军准备了8支摩托化步兵旅与机械化步兵旅，加起来大约是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因为在哈尔科夫战场，俄军大约也有一个集团军的兵力。不过，乌克兰的准备不只是这些。在7月初，泽连斯基曾向北约盟友呼吁，希望为即将发动反攻的乌军14个旅提供足够的武器与弹药支援。根据火力军查阅到的资料，这14个旅包括第60、61、63、150、152、153、第154独立旅、第3坦克旅、第155、156、157、158以及159独立旅。虽然最近乌克兰获得大量军援，比如捷克倡议乌克兰会在7月和8月分别收到5万枚炮弹，从9月开始每月将接受8万至10万枚炮弹，但目前仍然缺少足够的武器装备来发动反攻。有乌克兰专家根据乌军人员编制表计算，14个旅的兵力仅坦克就需要装备430余辆，另外还需要1500辆步兵战车、500余门火炮以及250余套近程防空系统。与此同时，德国媒体再次爆料，德国国防部制定了更为详细的与俄作战计划。根据媒体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卡斯滕·布罗伊尔认为，俄罗斯很可能会在2029年全面进攻欧洲地区。为此，德国制定了一份详细计划，概述了德国作为北约部队过境国的关键作用。在这份作战计划中，德国设想了北约东翼局势升级，北约不得不快速部署80万士兵，在3到6个月的时间内，从荷兰、比利时以及德国北部港口向北约东翼方向转移。除了80万士兵以外，还涉及20万主战坦克、步兵战车、军用卡车以及其他重型装备。而德国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北约与联邦国防军部队的部署与补给。欧洲将有许多公路、铁路以及港口等基础设施将用于军事目的，当然也意味着这些基础设施也将成为俄罗斯的目标。俄军会采取措施阻碍或减缓北约部队的行动，包括敌后破坏与远程导弹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警方与紧急服务部门将优先保护这些关键设施。另外，在计划中，德国还要求当地民众为路过的北约部队提供食物、休息以及补给等方面的帮助。同时，德国还将会在本国境内建立一座大型战俘营。根据媒体报道，德国陆军专门负责乌克兰事务的弗洛伊丁少将近期对外宣布，6月11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公开承诺，将为乌克兰提供100枚爱国者2防空导弹，在时隔40余天后已经基本完成交付。这100枚爱国者导弹可以为乌克兰提供一定时间的防空保障。根据报道，这100枚导弹并非由德国独立援助，而是北约盟友们的共同支持，其中挪威为其提供了 1.25 亿欧元的援助。丹麦与荷兰同样提供了资金支持，但并未披露具体金额。爱国者2型导弹是一款历经多次实战的高精度防空导弹，最大射程1000公里，最大射高25公里，可以有效拦截战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飞机等目标。
此次援助的型号是爱国者2型导弹最新改进型，在制导与瞄准系统方面进行了重大改进，可以有效提高导弹在面对空中威胁时的性能，同时简化了导引流程，拥有更高的精准度。7月15日，美国星条旗报报道，驻日美国海军开始更换 F-35C 战机。美国海军在新闻稿中表示，将使用装备 F-35C 的第147战斗机中队，接替驻日延国基地装备超级大黄蜂的第115战斗机中队。第147战斗机中队隶属于第5航母战斗群，预计2024年晚些时候，华盛顿号抵达横须贺海军基地，接替里根号驻扎日本时，这些 F-35C 就会登上航母。F-35C 是专门为航母设计的型号，其翼展是所有 F-35 型号中最宽的，并配备了可以勾住阻拦索的尾钩。为了让航母容纳更多的战机，机翼也是可折叠。当然 F-35C 也存在一定的瑕疵。在4月份的时候，美国防务新闻网站就报道，2023年交付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米拉玛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的5架 F-35C 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燃油中发现金属碎屑，部分组装不正确等等。实际作战中 F-35C 的作战半径也只有超级大黄蜂的一半，但是任何4代机，包括超级大黄蜂，无论它们如何升级，实战效果都比不上 F-35C。驻日美军引入 F-35C 的目的就是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力。美国计划耗资100亿美元，在未来几年内升级超过80架驻扎日本的战机。目前来看，驻日美军的战机已经基本隐身化。7月4日的时候，美国空军就已经宣布将36架最新的 F-15EX 部署到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以替换老式的 F-15CD， 将48架 F-35A 长期驻扎在日本3则空军基地，以接替老式的 F-16。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延国基地部署了2个中队的 F-35B。接替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罗斯福号已经抵达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即将前往红海。6月22日，艾森豪威尔号通过苏伊士运河离开红海，在地中海短暂停留后，于7月14日返回母港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了本轮为期275天的部署。美国海军在艾森豪威尔号离开红海时就已经确定，由罗斯福号接替艾森豪威尔号前往红海。不过在6月22日当天，罗斯福号抵达韩国釜山，准备参加韩美日3国于6月底实施的自由之刃联合训练，演习结束后才能赶到红海。在中东地区，美国海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航母真空期。6月29日结束演习的罗斯福号正式启程前往中东。7月7日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7月12日，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在印度洋与印度海军维沙卡帕特南号驱逐舰等舰艇进行了一次联合海上活动。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第5舰队行动区，也就是中东。7月15日，开源情报分析账号通过 C2 灰狗运输机来往巴林美军基地的动向，推断出罗斯福号位于阿拉伯海的位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的舰队和海军追踪栏目在7月15日更新的示意图中显示，罗斯福号已经抵达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即将进入红海。只是罗斯福号大概不会在红海停留很久。罗斯福号是2024年1月12日从加州的圣迭戈启程，在结束美日韩3方演习，通过马六甲进入太平洋时，出海部署时间已经接近6个月。截至7月17日，更是已经达到了186天。之前部署地中海的福特号与部署红海的艾森豪威尔号分别为261天与275天。除非罗斯福号进一步延长部署周期，否则最多3个月之后，罗斯福号就会离开红海。至于下一个接替罗斯福号的航母，大概率是杜鲁门号。其他的航母现在都挺忙。7月12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林肯号在7月11日低调离开圣迭戈湾，计划接替从太平洋调往中东的罗斯福号。卡尔文森号现在正在夏威夷参加美国海军的2024环太军演，到8月2日就能腾出来时间。华盛顿号航母则是接替里根号驻扎日本。尼米兹号已经进入临终关怀状态，短期几乎没有再次部署的可能。里根号在结束在日本的部署之后，即将进行为期4年的中期大修。泰坦尼斯号正在进行换料和中期大修，布什号正在进行维护，预计2025年1月完成。福特号则是刚结束部署，同样需要较长时间进行维护。能接替罗斯福号的只有杜鲁门号或者卡尔文森号。火力军预言一波，美国海军会选择杜鲁门号前往黑海。近期，北约官员表示，
作为升级欧洲防御计划的一部分，在本月时间，北约在意大利索尔比亚泰奥罗纳举行仪式，正式启动新的快速反应部队，又被称为盟军反应部队。虽然这支部队会以全新称号组建，但对北约来说，构建快反部队并非新鲜事。其实从北约成立那一刻起，就多次计划建立完善快速反应力量，以便应对各种军事威胁。在冷战时期，北约成立了名为欧洲盟军联合机动部队的快反部队，充当欧洲地区执行集体防御任务的骨干力量。不过这支部队从未启用过，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这支部队也逐渐在人们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002年被新组建的北约快反部队取代。这支部队是北约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机动部队，在2003年10月初步形成作战力量，涵盖海陆空以及特种作战力量，总兵力约为2万人。不过在这支部队成立之后，一直都是进行部分低烈度任务，而当时北约各国可以部署的兵力基本投入到了伊拉克与阿富汗战场，所以从2007年开始，北约开始缩减该部队。但到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后，北约决定重新扩编快反部队，兵力随之增减到4万人，主要在北约东翼各国进行轮换部署。另外，在这支快反部队内部，北约还成立了战备程度更高的先锋部队，也就是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队。这是一支由5000人组成的陆军旅，下辖5个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便将快速反应部队的规模扩充到了30万人，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的兵力也增加到了2万人。在前段时间，北约欧洲最高指挥官表示，处于完全备战的北约部队任务已经增加到了700%。显然，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需求，北约对于快反部队的能力都做出了不同的界定。比如在冷战时期，北约对联合机动部队提出双式概念：第一，相当于美军10个师的战斗力；第二，能保卫作为对峙前沿的德国10天。而快反部队的智能是在必要时刻能够快速执行集体防御和全球部署的能力，要求在5天内部署到位，30天内保持独立行动能力。而在2022年6月，北约发布新战略概念，将俄罗斯定为北约最直接同时最大的威胁，提出了未来10年的3大核心任务：威慑与防御、危机预防与管理以及合作安全。相应的，北约也提出了新的防务模式，着重提升快反部队的部署能力，以便在未来应对威胁时可以做到快速反应。在俄乌爆发的这2年内，北约的军力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进展，从增加各成员国的军事开支，到加强北约与俄罗斯对峙前沿的防御，从扩充战备部队的兵力，再到升级指挥系统。因为在北约看来，俄乌冲突正在长期化，为此北约需要不断提高应对俄罗斯威胁的能力。这也是为何北约能在短短时间内便完成30万快反部队的动员。据韩国东亚日报7月15日报道，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于7月11日表示，可能会考虑支持韩国引进核潜艇，这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态度截然不同。奥斯汀曾在上个月发表讲话，明确表示难以接受韩国引进核潜艇。对此，有专业人士分析后表示，鉴于朝鲜和俄罗斯最近签署了新协议，有关内容是允许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发生紧急情况时进行必要的军事介入，这对于美韩而言是一种潜在性的威胁，有必要增强韩国的军事力量。而考虑支持韩国引进核潜艇，重点可能是为了防范俄罗斯。据美国防务网7月12日报道，北约已经同意在欧洲新建一个网络安全中心，以保护其他成员国免受先进的数字威胁。在此之前，北约已经有一个网络防御卓越中心，该中心位于爱沙尼亚塔林，它从2008年就开始为北约各国提供网络安全服务。据北约表示，新网络安全中心总部设在比利时蒙斯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将会与卓越中心分开运营，但也有可能会进行合作。新中心当前阶段的目标是在2028年或之前全面投入运营，所用经费来自盟国的共同资金预算以及成员国的自愿捐助。正式运营后将致力于13个战略愿景，包括信息共享、能力发展和网络攻击防御。届时会有专人分别负责网络防御、联盟内部合作以及研究和展望需要发展的未来能力和资产，将有效加强北约的网络可靠性以及态势感知能力。
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用户7月16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7月15日表示，乌克兰现已成为欧洲最大的自行榴弹炮生产国，其负责组装 2S-22 的乌克兰公司创造了欧洲国家单月生产数量新纪录。根据乌方提供的数据，去年12月，乌克兰每月仅可生产6门 2S-22，到了2024年4月，每月已经能够生产8门，并计划提升至10门。乌方表示，其能取得如今的成就离不开国际支持，比如丹麦在购买18门 2S-22 后，又将其纳入到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中，以此来证明乌克兰制造的火炮的可靠性。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公司的装甲车产量也增加数倍，反坦克导弹产量同样激增，这些都标志着在俄乌冲突的高压环境下，乌克兰的军事制造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在后续战争中或将会有更多机会。据中时新闻网7月17日报道，泰国皇家空军向国防部长苏丁孔桑提出建议，将在后续机型中选择 JASA-39，而并非是 F-16。其实早在今年3月份时，泰国空军的目标还是 F-35，但由于购买的可能性渺茫，不得不采用备用方案，把目标放在了 F-16 Block 70和 JAS-39 上。目前泰国拥有50架旧型号 F-16AB， 其中36架用于作战，14架用于训练。据泰国皇家空军2020年初的白皮书计划，将采购12架新战机，替换掉部分老旧战机。采购分为2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6架飞机。第一阶段预计是在2028年到2031年间，第二阶段则是在2030到2033年间。为了能够取得泰国皇家空军的青睐，洛马公司特意放出消息 ，F-16 Block 70在经过重大升级后，性能方面足以匹敌 F-22 和 F-35， 能够明显提升泰国空军的作战能力。至于 JAS-39， 泰国曾在2008年采购过12架，一直使用至今。泰国皇家空军表示，与 F-16 相比 ，JAS-39 的武器库更加多样化，而且起降距离短，能够在小型机场或路面上进行起降作业。最为关键的是 ，JAS-39 的运营和维护成本更低，对预算更加友好。不过，虽然泰国皇家空军的意愿是选择 JAS-39， 但最终采购权还是在泰国政府手中。你们觉得乌克兰会在秋季发动反攻吗？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后，俄乌战事又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呢？会不会持续到2025年，甚至是2026年、2027年呢？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